克莱因瓶为什么装不满水？相信大家都听过吧？即使把地球上全部的海水都倒进这个瓶子里面，这个瓶子都装不满啊！这是为啥？那很多人听了这话以后就买了一个克莱因瓶，然后用橡胶管从底部给它穿进去，把这个瓶子给灌满了啊，然后就说这是骗人的啊！其实并不是，因为克莱因瓶是一个高维空间的东西，而我们三维空间只能做出来这个不太对的模型啊，也就是说三维空间这个是假的。那在说克莱因瓶之前，我们先说一下，莫比乌斯带啊，这个莫比乌斯带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因为莫比乌斯带是一个二维空间的一个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扩展。由于我们就是三维空间中的生物，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做一个莫比乌斯带，也很容易理解的它的一些性质，它的一些特性啊。那现在我们先拿一个纸条啊，那可以看到，这个纸条它有两个面，一个面有字，一个没有字。现在我们把这个纸条给它首尾相连，就会变成一个圆环的。这个圆环它也有两个面，对吧？里面和外面啊。那你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纸条变成一个面啊？大家想一下啊，有。只要我们把一头，给它旋转180度，这样连接在一起啊。现在这个几何结构就是一个面两条边，它就是这个是粘好的啊，它就是莫比乌斯带。那莫比乌斯带为什么只有一个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你从莫比乌斯带上的任意一点绕着它转一圈之后，都可以回到起点的，所以它只有一个面。就是你转一圈，任意一个点你绕着它转一圈，都会回到起点的，所以它只有一个面。那如果一个二维生物生活在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会怎么样？由于这个东西它只有一个面，所以一个二维生物顺着这个表面走的话，就会无限的循环的，它没有边界。但这个二维生物它永远都看不到它所生活世界的全貌，因为莫比乌斯带是一个三维结构，原因就是你看，对吧？它有交叉的地方，这在二维空间是看不到的，只有我们三维空间的人可以完整的看到莫比乌斯带的几何结构，这就是高维的优势，高一个维度的优势。看它有交叉的地方，对吧？有交叉的地方，它就必须要到三维空间才能够看到。那这个几何结构就是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在1858年的时候发现的。好，那说了莫比乌斯带，我们再说这个克莱因瓶就好理解了啊。克莱因瓶其实叫克莱因面，因为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瓶子啊，是德国数学家克莱因在188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几何结构啊。那克莱因瓶的基础就是这个莫比乌斯带。刚才我们说了，莫比乌斯带它只有一个面，有两条边，对吧？有两条边。那克莱因就想，如果我们把莫比乌斯带的两条边给它扩展延伸，然后缝合在一起会怎么样？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克莱因瓶了。所以克莱因瓶它只有一个面，它还没有边界啊，它没有边界，也就是说它没有内外之分啊，跟我们常见的瓶子和杯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现在想一下，有一个东西啊，它只有一个面，它还没有边界，因此你再多的水都没有办法把它灌满的。对吧？现在可以理解了吧？不过灌水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没有内外之分。那为什么我们三维空间构建不出一个真正的克莱因瓶？原因就是我们三维空间缺少了一个维度。它本来克莱因瓶这个瓶颈啊，它不需要穿过自己和底部连接的是这个瓶颈它要进入四维空间和底部连接在一起。由于我们只是三维空间的生物，所以只能做成这个样子。这要是被四维空间的生物看到了，他们会笑话我们的啊，就像我们看这个二维平面的生物一样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你在二维空间根本就理解不了莫比乌斯带的几何结构，因为你缺少了一个维度啊，你只能认为它是一个，你看缺少了一个维度，它就是一个平面，你只能认为它就是一个循环的平面啊。好，那下面我说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啊，你现在在一个平面上写一个8。那么在二维生物的眼里，这个8的中间它必须交叉穿过自己，才能够这样连接在一起啊。这跟我们眼中的克莱因瓶是一样的啊，这个瓶颈它必须穿过自己和自己交叉啊，才能和底部这个连接在一起。但是在我们三维生物的眼里，那个二维平面上的那个8，它不需要一定就是要穿过自己才可以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多了一个上下这个维度，我们可以把8的中间给它抬高一点，做一个桥，这样不就可以不用穿过自己，还能连接在一起了啊？那在二维生物的眼里，他们就会看到8的中间少了一点，因为少了这一点，正好进入了三维空间，他们看不到。
那在四维生物的眼里，这个克莱因瓶的瓶颈它也不需要穿过自己啊，只需要把这个瓶颈挪到另外一个维度，它就可以和底部这个连接在一起了。那在我们三维生物的眼里，那这个瓶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瓶颈少的那一部分就是它进入了四维空间啊，这跟艾维这跟我们理解艾维是一样的，对吧？这可以理解吧？啊，非常的神奇。那同样的，克莱因瓶作为一个高维空间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宇宙的结构啊，它只有一个面没有边，也就是说它有界无边。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几何结构当中的话，我们也会在里面无限的循环的，你永远都走不出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宇宙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在宇宙里面这样兜圈子的啊，我们走不出去。那它还有一个神奇的性质啊，这个跟莫比乌斯带是一样的。如果一个艾维生物绕着莫比乌斯带，就是选一个起点啊，你绕着莫比乌斯带转一圈啊，回到起点之后，这个生物就会左右翻转，变成自己的镜像，这个性质就非常神奇了。那么克莱因瓶也一样，如果我们的宇宙确实是这样的结构，只要我们在宇宙中旅行一圈回来，就会变成自己的镜像，我们的心脏就会从左边跑到右边，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整体啊，就会左右颠倒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挺好的啊，你想一下。以后我们造手套、造鞋的话，只需要造一个左边或者一个右边就可以了，然后弄一个克莱因面啊，把手套在上面转一圈啊，就会变成右边啊，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还有大量的成本。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赞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和知识，拜拜。